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来开箱一个猛犸 Lux Max 2的麦克风。这个是我上个月在猛犸的旗舰店淘宝购买的，第一批购买的。那大概也使用了1个月，来说一下它的优缺点这样子。其实已经开箱过了。它就是开完有一个主机盒。然后一个监听耳机。其实会买这个的原因，真的是因为这个有监听耳机。然后它还有一些配件，这样子，就3.5的线、USB 的线，然后还不错，还送一个 USB-C 送 Lightning， iPhone 14的线，然后 USB-C， 然后这个是 Sony 的数位接头，就可以直接插 Sony 系列的相机 A73 以后的，然后可以不用再插3.5，这样它音质我测试过也会好一点，就是降噪方面跟底噪方面会好很多。这样有机会也可以再去买，这个是另外买的配件，大概150块人民币左右，大概800-900块台币这样子。然后这一套呢，是我那时候是买1899人民币吧，大概8000多块台币。其实价钱不便宜啦，老实讲，我觉得。但是因为多了这个监听耳机，会主要买这个麦克风，主要就是因为这个监听，因为这是市面上唯一第一个有麦克风加监听耳机、真无线监听耳机的功能。然后这是主机。有一个主机，然后2个1:2的麦克风，然后它还不错，它还送一个手机用的接收器，所以都不用买了。之前是都要另外买，它现在整套在这边。然后它的做工真的蛮不错的，是一个亲肤材质，非常的好。对，然后小小的吐槽一点，就是它这个充电只有1格显示，真的不是很清楚。对啊，就用颜色分别，它没有充电。对，这一点我觉得它下次应该有机会做百分比或4个点，这样子会比较好。然后这是它的监听耳机，真的是因为这个监听耳机才买这个麦克风，因为有在录影的人大家都知道，因为有时候录影不知道自己的声音到底是录了什么，就有点，或者是有时候耳机没有电，你也不知道你的耳机麦克风都没有电，然后有这个监听耳机就非常方便，你直接插上相机之后，然后麦克风连接，这个耳机再戴上，就可以听到你现在在录的声音，真的是非常及时。而且我测试过，它听的监听的部分，然后跟你录起来的部分不会差太多，大概差个10% 的差距，几乎就是你听到了录到的声音，就是你监听到的声音。然后对，就大概是这样。他们猛犸的做工我真的觉得都蛮不错的，对啊，它这个整个耳机的设计戴起来也很舒服，对，然后这个耳挂式的设计也不会侵入耳道，它这耳挂式的设计我觉得蛮不错的，对。然后这耳机好处除了它因为监听是走2.4G 的无线，所以这个我觉得他们也是蛮强的。它这个如果是按5秒之后，它就会变蓝牙耳机，你也可以当做是蓝牙音乐耳机。那它效果其实还可以啦，还不错。当然不能跟 AirPods 那些降噪耳机比，但是以平常运动用途，我觉得也 OK。所以这等于一个耳机2个用途，一个当监听，它监听2.4G，它的延迟也非常慢。我这样测试，几乎就是所见即所听，你可以看到你拍了什么，你也听到你录的什么。还蛮方便的，对，所以这个耳机加这个麦克风1:2，我觉得还是真的蛮不错。但是我待会要说它一些缺点了，真的是用了才知道。好，先这样子。
这个耳机我已经用1个多月，然后也是用了，发觉它其实设计上也都很不错，但是真的有一个蛮大的缺点，希望他们韧体下次可以改变，就是它的操控其实不是很直觉。就是呢，大家看，这耳机拿起来就会自动连线，但是呢，都是用这个滚轮做操作，然后加这个触控面板。然后可以选择什么模式，就变成说你都要双手操作，用这个滚轮转动你的东西，或者选你的东西，我点进去，我退出来，你没办法只用一个滚轮做操作，就就变得逻辑性不是很好。比如说我要点进去这个麦克设置，我点下去，它就是点这个滚轮就没有反应，变成说我又要用右手去点它，比如说点麦克风的增益左右，这样子就蛮麻烦的，然后退出来又按这一颗小圆点，对，然后你当然可以直接这样点。对，但是呢，当你在一个人操作的时候，或者是景况的时候，你就会觉得要双手去做这个动作，是一边转滚轮，然后右边进去退出来，右手进去或退出来。这个操作真的是有点反直觉，它没办法用一个滚轮直接，比如说这样点进去就进去，然后再点一个就退回来，变成一定要搭配这个右边的触控幕做左右的操作。这个真的我觉得有点反直觉，在操控性来讲，它这个 UI 设计其实蛮漂亮，但是不实用，对，就变得有点繁琐，你要去记它的那个逻辑，然后变成只能滚轮点再退，其实是真的有点反直觉。这个设计我真的不是很喜欢，希望他们下次韧体开感，就是用滚轮就可以所有的操作，或者是只要用右手，只要单手右手就可以做所有的操作，可是又没有办法，他进选单一定要用这个滚轮，又要滚轮按一下才能进选单，你点这个又进不去选单，对，就很反直觉啦。对，他这个 UI 设计师其实有点打屁股，要改一下。没办法只用单手操作，一定要双手这样子操作，真的是有点烦。对，好，这是真的它比较大的一个问题。然后我第二个要吐槽的问题就是，它这个防风罩的设计，我觉得他们这一次设计的这个真的蛮小巧，而且质感非常好，特别是它这个夹式设计。就加衣服上加来都蛮方便的，但是一个很大问题，它这个防风罩，它这个防风罩是扣式的，就这样扣上去，其实不是很牢靠，我觉得，而且久了，这个塑胶皮筏一定会松掉，对啊，这个不出1年肯定松掉，它就靠2个卡榫，很小的卡榫，卡在这个扣上。这个设计我觉得不是非常好，对啊，这久了一定会掉的，对啊，它这个防风罩的设计不是好，它不像 DJI 是3.5直接插进去的防风罩，然后也另外一个问题，它没有3.5的监听口，可能他们认为它已经有2.4G 的监听了，所以它就没有做3.5，但是真的如果可以的话。对啊，因为它体积做这么小，又要做磁吸充电 USB-C 口，已经没有办法再塞3.5的监听口进去了。那 DJI 是有做，那 DJI 对啊，就是直接用3.5监听。它这个好处是只要用无线监听，但是方便多，各有优缺点。
但是它这个防风罩真的要吐槽，这个设计师也是要打屁股。它这种扣式设计真的很不是好，就久了半年1年绝对会松掉，而且到时候扣不住。所以这个真的希望有机会他们可以改进。好，再来我就讲一些优点吧。它这一次的设计真的，我觉得开模质感做得非常的好，真的。它整个公差、整个设计、整个结合度都非常的好。然后第二个，它的荧幕清楚度非常的好。它是这个应该是 OLED 的，对，它在很亮的环境下还是很清楚。因为之前的通常都不是很清楚，在那种阳光下，它这在阳光下还是非常清楚，对比也都很好。然后它这个界面设计，两个麦克风都很清楚，可以知道说有没有连接上。对，然后整个界面设计 UI 色面这个是好的，但是它的就刚才提的，它的操作界面有点反直觉，变成要左右两个搭，真的是有点麻烦。我来说说这个麦克风几个优点，来跟大家说明一下。我觉得这个麦克风除了在相机上用，你如果用手机 iPhone 或 Android， 我觉得它的整体的使用界面也非常清楚好用。我示范给大家看。你可以用这个原本的主机，也可以用这个主机。对，那我先用这个手机用的发射主机。示范给大家看。一插上去之后，它就可以连上，然后也很清楚的看到你麦克风的音量，然后再拿出一个来，还之间都会显示。对。然后它整体的界面都非常清楚，这边降噪的功能，然后动态增益还是手动增益，都可以马上麦克风1、麦克风2都可以显示出来。然后我们现在是单声套，如果用双声道立体音，它2个音量显示就会跑出来，就变成有左右声道的录音。对，这个录乐器或者是现场的话，我觉得非常好。然后内录可以选32比特 ，USB 输出也可以选32比特的内录。然后主要是它这个非常特别，就是它连用手机的连接器也可以做无线监听。示范给大家，一打开，拿出来。就连接好了，现在100%电量，然后监听音量也可以选，对，所以除了用这个手机端的发射端，然后相机端的发射端都可以做无线监听，这个真的是目前市面上唯一一个可以做无线监听，这个其实对我而言，或对很多专业用途的人，可以很明白说这无线监听是多么重要，因为真的可以防止你录到的声音不是你想要的，或者是突然麦克风没电，你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电，这样都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说你现在到底录到的是什么东西，什么声音这样子，这个真的非常棒，对，然后它整体的界面也都非常设计的非常清楚。然后一样把它放回去。如果你想要更清楚，就是可以去买一个转接座，然后插它的这个原本相机端的，然后可以更直接在这边做相机端的操作功能。一样，它马上就连上了。然后一样，它这个一样都可以监听。它这边 OWS Monitor Earphone 都会连上，就是代表这
这个都会连得上。对，啊，降噪，然后这边也可以马上做内录这些设定，麦克风的设定都可以马上用，这样子。所以我真的觉得它的整体的 UI 设计界面还是其实蛮不错的。除了我一直讲的这个滚轮真的是败笔，对啊，没办法用滚轮直接操作，别人要左右操作。再来，我就在讲它另外一个功能内录，我真的觉得蛮喜欢它这个内录功能的。对，大家看一下，它可以主机分离，直接按这边 REC 就可以直接录，在这边内录，然后或者是你用主机控制，这边按 REC 也可以直接内录这样子。然后好处是，做一个预备，你有时候录音没有内录的话，就是怕一个万一有一个备份。然后第二点就是它的内录可以直接用 iPhone 读取，也是非常不错。来示范给大家看。你直接插一个 USB-C 线，然后直接插上去，直接一个 file 就出来了。这边就可以看到你内录的那些档案，这样子，啊，直接就可以开，直接听，所以还是蛮不错的，这样子可以直接看你内录的档案，非常方便，对，而且都蛮直觉的，所以这个设计也是不错的。我这边做一个简单的录音测试。这个是 Sony NV1 监听耳机，我直接把它做外放音源，做一个录音，然后我放那个免版权的巴塞罗那音乐，大家听一下。最后我来讲一下一个简单的总结，这样子。这个蒙马 Luxmith 2二代这个麦克风，主要真的是因为有这个监听耳机的创新，真的目前市面上真的没有像这个麦克风有监听耳机。那做口播、做一些录影，真的有这个监听耳机会减少很多风险，可以避免很多问题。你只要有这个监听耳机，可以马上知道说你现场录的什么声音效果都可以很清楚。像过去真的很麻烦，你只能开相机的显示萤幕才知道你录了什么，这样其实风险蛮大的。要不然你就要接一个3.5线，拉很长到耳朵上，其实又很麻烦，因为一条线也很容易出一些意外，这样子拉到或怎么样。那现在有这个监听耳机，蒙马这个创新我真的蛮不错的，对啊。然后再来就讲录音的品质，其实因为真的云视听，大家可能听不太出来。然后我自己是用这2个麦克风，然后用 Sony NV1 的外放，直接这样录制，然后用 Apple Music 的一个高保真音乐去录，然后再回放那样听，这样我听了一些中岛美嘉跟我平常听的一些音乐，米西亚的一些音乐，然后马友友的一些音乐这样子，然后再跟原本 NV1 放出来跟录音放出来的去对比，其实我觉得他们这个麦克风大概已经还原到8-9成以上的那个录音品质了，是真的也蛮不错的。然后我自己
粗浅大概是觉得它的中高音还有人声女声方面，特别是我听那个中岛美嘉的歌的时候，真的还原的蛮不错的。然后有些低音重低音部分可能没有那么好，对，一些重低音它有点缺频，就是会破损。对，超重低音一些范围破损。那声场方面，它录出来的，我觉得以立体声来讲也非常的棒，也非常还原这样子。对，虽然可能没办法跟一些专业的 Rode 或者 Sony 的录音枪斥比，但是这个无线麦克风这么小的体积，提供这么好的高品质32伏点的录音品质，已经非常不错了。这样子，好，就简单介绍给大家一些这个麦克风的优缺点。好，谢谢大家。